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由无耻之徒中的大姐菲欧娜主演的最新性犯罪题材美剧《狂怒追击》。故事开始，新加入 FBI 的探员菲欧娜因为一起富豪儿子的谋杀案，回到了之前任职的警局。迎面走来的同事非常友好地和她打了招呼。菲欧娜跟随警局唯一的好友丹尼来到案发现场，楼梯上躺着的死者好像有点死了，满眼的黑眼圈，加上手臂上到处可见的针孔，警局断定他是个伪君子，吸食过量而亡。但细心的菲欧娜观察被害人身上的针孔排列过于整齐，断定这是一场谋杀。而被害人是当地著名的大富豪的独子，而且1年前还做过当地法官，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辞职，并且和自己的富豪爹断了联系。同时，菲欧娜上楼检查了浴室，发现人为清理的痕迹，更确定了谋杀的可能。故事闪回到案发前，昨天晚上的万圣节，一个女孩戴着面具坐在案发地的屋外，一个小朋友经过向她索要糖果，女孩表示需要进屋去找。蒙面女孩来到屋里，发现被害人从浴室爬了出来，女孩没有理她，拿起一盘散装的糖果走出门递给小朋友，谁知道小朋友的母亲表示自己不会要没有包装的糖果，便离开了这里。蒙面女孩返回屋子，被害人已经爬到了楼梯上，女孩走上前拿出针管给男人打了一针，紧接着男人表情开始僵硬，没过几秒钟就失去了生机。故事回到现在，菲欧娜结束调查后来参加妹妹的单身派对，派对上妹妹的闺蜜们七嘴八舌地打听菲欧娜的事情。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stay very long at all because I have a first date. Yeah, seems really nice. 没错，这就是菲欧娜口中的温柔男友。比试结束后，男友想和菲欧娜更进一步，菲欧娜却表示没有兴趣。身为 FBI 的女强人，有点个人嗜好也不为过。释放压力后，菲欧娜想到了一些事情，打电话给警局的同事。原来菲欧娜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之前的一个案件，案发现场与现在的案子非常相似。菲欧娜想去看一下档案，来到警局，菲欧娜对2份案件进行对比。根据事发时的邻居口供，2起案件的受害者都交往过一个戴口罩的女性朋友，但是对比2个案件后，邻居对女性的描述并不相同。从死亡痕迹对比2个被害人身上注射的伤口又很类似。丹尼表示，之前的那起案件，邻居男孩有看到过这名女性的样子。菲欧娜当即表示把男孩带回来亲自问询。丹尼说现在已经很晚了，他已经安排人通知对方，明天那个男孩就会过来。镜头一转，画面来到一个收容所，凶手面具女在收容所外叫住另外一个女孩，她拿出1瓶酒作为报酬，几乎病态地要求对方打她。那个女孩本想离开，但是面具女推了她，女孩瞬间暴怒，出手把面具女打倒在地。旁收容所的大姐过来查看，面具女突然起身抢走女孩的包，扬长而去。面具女跑了一会儿，发现没人追她，她拿起电话打给了反家暴救助中心，声称自己遭到丈夫殴打，跑出了家门。救助中心听后给她安排了就近的救助站躲避。就这样，女孩一番伪装来到救助站，这时女孩也说出了她的名字。I'm Ginny。另一边，菲欧娜带着资料回到家中研究。菲欧娜在网站上搜索被害人的家庭背景，发现他的父亲曾经组织过教育基金的捐赠，美国金融富豪捐赠学生，不用想都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菲欧娜还发现被害人在当法官期间审理过一起学生性侵案。第二天，菲欧娜找到当初负责调查的 FBI 探员诺拉。I just need information about Adrian Murata. I think it's possible that one of the girls he trafficked might have killed him. 听到这里，本来有些抵触的诺拉决定给菲欧娜一个机会，他让菲欧娜去停车场找他。来到停车场，诺拉告诉菲欧娜，在美国你想打赢一场性侵案比登天都难。人女孩靠近了他们，诺拉下车将一包衣服递给女孩，告诉她明天出庭就穿这身衣服。黑人女孩接过衣服表示拒绝，她看向菲欧娜，菲欧娜瞬间明白女孩的意思，她脱下自己的正装递给女孩，女孩开心的离开。画面来到面具女孩珍妮，她用管理员的电脑在网络上找到了她的下一个目标。等珍妮洗澡回来后，管理员翻看着珍妮的搜索记录，调侃珍妮想勾引一名律师。珍妮没有反驳他，看出管理员在吃醋。珍妮褪去外衣，和管理员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画面一转，女孩如愿来到了目标所在的晚宴现场，她装扮成服务员，端着食物朝目标走去，通过自己的魅力一次又一次挑逗目标。律师没有经住诱惑，带着珍妮来到豪华客房。起初，律师絮絮叨叨地讲述自己和妻子的琐事，突然话锋一转，律师开口问女孩 I want to touch you and fuck you。 正当要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时，律师突然刹车，走向一旁，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免责声明，大概意思就是女孩自愿和他发生关系。珍妮没有犹豫，直接签字。下面的画面就是本剧的重头戏了。 Get naked while you're watching. Did you close your eyes? Jay? I'm here. Hey. I'm really nervous. 同时，菲欧娜和诺拉接到医院电话，白天见过的女孩被打成重伤。医院里，诺拉帮菲欧娜分析了凶手的心理。She got raped by Poseidon. She's a victim.
but it doesn't make her a good person. Victims of violence are the most violent. You were in this hospital a year ago. Your cop boyfriend knocked you around a little? Is that why you left the police? Needed to heal your pain? Anything you do, the ones who are really to blame don't get caught. I get so fucking angry. It doesn't matter. 本集最后，菲欧娜拿到了被害人拉多的档案，同时对邻居男孩的审讯得出了结论：两个案件被害人的女性朋友是同一个人。菲欧娜经过大量调查后发现，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以及被害者都与一家未成年人私人会所有直接关系。菲奥娜通过警局同事的帮助来到第一集的受害人家里了解情况。起初，被害人的姐姐表现出了对弟弟的关心以及对警察的尊重，直到被害人的父亲出现，打断了原本的气氛。Do you know if your brother ever went to a massage parlor called the Candlelight Lounge? Do you know if he was ever arrested for solicitation of an underage girl? We are not going to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You can speak to our family lawyer. 对有头有脸的富豪来说，一个吸毒过量而死的儿子，他可以接受，毕竟在美国那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儿子买卖未成年人、强迫性交易是富豪绝对不能承认的。没有得到任何线索的菲奥娜只好再次求助 FBI 性犯罪部门负责人诺拉。菲奥娜昨晚查到那个交往过两位受害人的女孩曾经有过一次报警记录。诺拉没有多说什么，直接带菲奥娜找到当时负责调查的警官。警官表示，当时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发现一男一女是父女关系，就没有再过多询问。菲奥娜质问警官有没有调查过两人是否真的是父女，警官表示没有必要。这时诺拉接过话，提到当时报案地点对面就是一家未成年人交易的窝点。诺拉调侃警官是否经常去释放压力，警官当即恼羞成怒，转身离开。回到局里的菲奥娜问起诺拉是怎么知道那有一家未成年人私人会所的。诺拉表示，当年就是他负责了这起案件，并且捣毁了这家会所。当时有3个人被列为线人保护计划，菲奥娜猜测其中一个就是富豪的儿子。诺拉表示，他也不知道这3个人具体都是谁，因为当初诺拉接受案子时，现场已经被警察封锁，所以这起案件的调查全部依赖于当时警察的报告。能够知道的话，名字只有那个叫拉多的人口贩子。我们再来看面具猫女珍妮，昨晚在律师查尔斯家里激情过夜，一大早查尔斯就准备离开时，表示可以帮珍妮叫车，但是珍妮表示不愿意离开，并且展示了一段绝活。就这样，珍妮用她的独门绝技留在了查尔斯的公寓。晚上，查尔斯迫不及待地回到家，准备和珍妮互动时，珍妮突然感觉到了不适，跑进了厕所。第二天，珍妮找到了救助站的管理员，用2人的照片危险管理员帮她准备一些清洗用品。再次回到公寓的珍妮特意买了食物，准备给查尔斯做饭。这时，查尔斯突然问道：“两人是否之前见过？”面对查尔斯的质问，珍妮突然拿起准备好的针管刺向查尔斯。We actually have met before at a party. You paid to have sex with me. I was 15. I'm not actually from Ohio. 就这样，查尔斯重蹈覆辙，成为了任人摆布的玩具。珍妮把查尔斯抬回卧室，打了一针。回到厨房时，却发现查尔斯的女儿来看他的父亲。珍妮没有惊慌，她带查尔斯的女儿来到卧室，看了看睡熟的查尔斯，然后做了晚餐。等查尔斯女儿睡熟后，珍妮来到卧室，在查尔斯的恳求中，一针一针地注射毒品，直到查尔斯死去。早上，查尔斯的女儿睡醒后，看到家里的监控全被剪断，她发现了不对，拼命地逃跑到查尔斯的房间。珍妮悠闲地跟在后面，她告诉查尔斯的女儿，自己第一次被人侵犯的时候和她一样大，都是15岁。He's not a good man. 另一边，菲奥娜参加了妹妹的婚礼，喝得烂醉，被朋友丹尼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诺拉来找菲奥娜汇总案情。3人在沟通中查到，人贩子拉多曾经让自己的律师报案，声称自己的车辆丢失，而这个为人贩子办事的律师正是查尔斯。可惜这时的查尔斯已经去上帝面前忏悔了。查尔斯的女儿呆坐在父亲的尸体旁，手里拿着带血的剪刀。大家还记得查尔斯女儿漂亮的长发吗？此时的她满头是血，现场也没有发现她的头发，很明显是被珍妮带走了。菲奥娜本想询问女孩一些问题，可是女孩的母亲赶到，菲欧娜只好作罢。正当菲欧娜准备和同事交接时，她见到了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人，她的警察前男友马修。菲欧娜曾经被马修打到住院，但是菲欧娜的警察同僚们却几乎一边倒的选择不相信。此时再次见到马修的菲欧娜产生了强烈的生理不适，菲欧娜冲进厕所试图平复自己的心情。这时性犯罪部门负责人诺拉来找她，她告诉菲欧娜，这起新的案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上面决定定性为连环杀人案。诺拉需要菲欧娜振作起来，主持案情分析会，不然自己只能把这个机会交给一个叫山雀的 FBI 资深探员。由于案情复杂， FBI 调来警局的警员协助办案，而被调来的警员正是马修和丹尼。 The suspect is female, white, late 20s, no distinctive features other than a poppy tattoo at her pelvis. There's no pictures of her face. She's masked in public.
We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she was trafficked. I think that she's picking up rich guys and taking their money. There were no withdrawals. There were no bank transfers. 案情分析时，菲欧娜明确指出，嫌疑人珍妮很可能是报复性犯罪，而探员山却更倾向于图财害命。支撑他的观点只是珍妮做过那方面的工作，完全忽略了是珍妮被迫，所以他的观点几乎被全场同事嫌弃。马修表示，他们警局调查过珍妮的身份。珍妮和查尔斯是在一个派对上认识的，并且珍妮是派对的服务生。山雀说道，他们应该从这个线索展开调查。散会后，菲欧娜觉得凶手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信息泄露出来。丹尼来找菲欧娜，表示山雀带队前去调查负责派对的所有人员。菲欧娜表示，他们一定什么都查不到。菲欧娜经过刚才的梳理，调出了所有名字叫珍妮的记录，其中在第1集法官死去的那天夜里，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去了反家暴救助站。菲欧娜怀疑这个珍妮才是他们要找的人。菲欧娜随即赶往救助站，她找到救助站里当时和珍妮相邻床位的女人了解情况。女人告诉菲欧娜，管理员和珍妮有特殊关系，而且今天没有来上班。另一边，妮约出管理员，引诱对方和他离开。画面一转，常年漂泊的珍妮却有一份护工的工作，照顾一名独居的残疾亚裔男生。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珍妮每次干掉一名仇人，就会回到这里继续当护工，每次都说回家照顾母亲。但是男生知道他在撒谎，他告诉珍妮，不管他做什么，自己都会支持他。就这样，珍妮回到房间开始了变装，她把查尔斯女儿的黑色长发戴在自己头上，换了一身衣服。正在上网的珍妮发现暗网上闺蜜的妹妹赫然在列。珍妮拿起查尔斯女儿的背包走出家门，她来到卖淫窝点，跑上楼找到了闺蜜的妹妹。她劝说妹妹离开，可妹妹坚决要靠身体赚钱。从两人交谈中，我们得知珍妮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她失踪了。珍妮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这时楼下的打手发现异常，来到门外。Why are they telling me some girl came? Sorry, stop! We got it! What the fuck? Get back here, man! 另一边，刚刚找到线索的菲欧娜却等来了管理员遇害的消息。菲欧娜很好奇，珍妮几乎干掉了所有看到她的人，为什么轻易放过查尔斯的女儿？菲欧娜决定再次询问女孩。起初，小女孩什么也不愿意说，但是在菲欧娜的连续逼问下，终于开口。She wanted me to give you this.小女孩交出了一张珍妮特意留下的照片，照片里富豪伊斯顿父子、律师查尔斯、珍妮的闺蜜坐在伊斯顿腿上，还有珍妮的背影。菲欧娜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了珍妮闺蜜的个人信息。珍妮的闺蜜名叫伊莎，3岁被人遗弃后被收养。2012年时，15岁的伊莎彻底人间蒸发。同时，菲欧娜非常肯定地告诉众人，那个只有背影的女孩就是珍妮，因为她的衣服和便利店被带走时一模一样。探员山却表示，珍妮只是在误导他们，他们不需要管照片里的富豪在做什么，只需要找到凶手就可以。菲奥娜当即表示，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难道可以不管不顾吗？见几人争执不下，诺拉只好让大家回去休息。准备离开的菲欧娜被马修叫住，马修表示自己的母亲时日不多，希望见她一面。菲欧娜不好拒绝，来到了马修家里。马修的母亲瘫坐在椅子上，聊起他们的过往。可突然，马修母亲指责菲欧娜诬陷马修家暴她。菲欧娜见此转身离开，前男友马修见状立刻追出，他拦住了菲欧娜，表示菲欧娜对他家暴的举报严重影响了他的升迁。菲欧娜没有理会他，准备上车离开。马修依依不饶，菲欧娜没有废话，掏出枪让马修离开，依在镜子前练习着蹩脚的口语发音。手机上她的下一个猎物已然上钩。菲欧娜离开前男友马修的住所后，像是换了一个人，她找到自己的暴力男友，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交流。由于过程过于暴力，导致菲欧娜脸上挂了彩，不过这次是她自愿的。事后，菲欧娜联系主管诺拉见面，两人决定向周围的特殊工作者打听照片上女孩伊莎的消息。两人忙了一整夜，给附近的人看了照片，却没有一个人认识照片中的伊莎。两人返回调查局，诺拉翻看了过去的一些儿童电影，希望可以找到伊莎的踪迹，但是没有结果。菲欧娜表示自己联系到了伊莎当年最后住过的救助中心，准备和丹尼去调查一下。同时，菲欧娜表示他们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他们翻遍记录，没有伊莎的任何踪迹，她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世了。这一点瞬间点醒了诺拉。诺拉打开电脑，按照伊莎的特征查找无名女尸的档案，果真让她找到在2012年一个死在海滩上的女孩。诺拉对照得到的照片，发现右手上有相同的手环。诺拉几乎确定他们要找的伊莎在2012年就已经被害。诺拉继续翻看档案，当年负责调查的探员正是诺拉，以及当年的主管现任联邦调查局副主任的乔治。犹豫再三后，诺拉没有将调查到的消息告诉菲欧娜，他让菲欧娜去救助中心调查，自己负责查找无名尸体。菲欧娜走后，诺拉特地报名了乔治主任的健康讲座。在会场上，诺拉说了一套古罗马对于愤怒的解释。 But all of them can make you insane, according to the Greeks.
讲座结束后，诺拉找到乔治，他说自己现在正在调查的一起案件与2012年海滩女尸案有联系。他告诉乔治做好重翻旧案的心理准备。乔治提醒诺拉自己是他的上司，并且告诉他想要戒掉酗酒的习惯可以找他帮忙。诺拉回到办公室，发现自己藏起来的酒瓶被摆在桌子上。镜头来到菲欧娜 ，FBI 请来富豪伊斯顿的女儿以及家庭律师，想要从他女儿口中套出一些有用的消息，但是在伊斯顿的家庭律师一再阻拦下，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这时，丹尼拿出那张伊莎坐在伊斯顿腿上的照片，伊斯顿的女儿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她威胁菲欧娜，自己的父亲每年都要捐一大笔钱给国家以及警察局，她让菲欧娜考虑清楚后果，随后带着律师离开。另一边，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珍妮悠闲地和她的新目标在餐厅吃饭。用餐过后，珍妮的新男友把珍妮带回自己家里。第二天一早，珍妮起床来到餐厅，发现新男友的母亲也在家里。新男友的母亲被珍妮当佣人使候，让儿子赶走这个没有礼貌的女人。珍妮却毫不在乎，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走。就在这时，新男友的父亲回到了家中。是的，你没有看错，新男友的父亲就是伊斯顿的家庭律师。从始至终，珍妮的目标就是他。珍妮警告，如果不和他走，就把他们的认识过程告诉他的老婆孩子。律师只好就范，跟着进入电梯。And you are gonna end up dead. I don't care if I die. 珍妮绑走律师回到住处，一进门，他的雇主尤蒂一脸严肃地等着他。尤蒂表示自己不能再隐藏秘密。珍妮听到这里，以为尤蒂要赶走自己。And I want you to be my girlfriend. It's romantic. I can feel my finger. Mira. 这个从小饱受欺凌的女孩被表白了。从表情上看，这次珍妮是真的开心。另一边，菲欧娜和丹尼来到伊莎最后住过的救助中心。菲欧娜找到管理员，询问伊莎的情况。管理员表示，伊莎曾经多次逃走，最后一次离开时已经怀孕。最重要的是，伊莎当时的男友就是珍妮杀掉的第一个人，那个臭名昭著的人贩子拉多。管理员表示，伊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说着，他拿出一张照片。管理员说，照片中是伊莎和凯瑟琳。没错，照片中另一个女孩正是珍妮。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名。带着这条重要线索，菲欧娜和丹尼开车返回调查局。路上，丹尼忍不住问菲欧娜脸上的伤怎么来的。菲欧娜说自己在网上找了个人故意打伤的，她喜欢用这种暴力给自己找刺激。丹尼有点生气了，他喜欢菲欧娜，同时菲欧娜也喜欢他。他不理解菲欧娜居然能做出这种事。丹尼下车疯狂点烟，暴雨倾斜，连火都打不着。菲欧娜跟着下车，两人在雨中相视一笑。路过加油站，菲欧娜联系主管诺拉，把自己调查到的线索告诉诺拉，同时在 FBI 内部网络搜索与伊莎相关的无名女尸。电话另一头的诺拉突然叫停了菲欧娜的调查，并且要求菲欧娜停职。菲欧娜愣住了。他追问理由，诺拉告诉他，马修找到诺拉说菲欧娜昨晚持枪闯入马修家中，因此菲欧娜需要重新做心理评估，停止等待处理结果。紧接着，菲欧娜搜索有了结果，同时也看到了当初负责调查的正是诺拉以及副主任乔治。这集内容很多，不仅揭开了凶手凯瑟琳的过往，还揪出了 FBI 内部的大领导。菲欧娜和马修的事情也非常复杂，他与丹尼的感情也扑朔迷离。菲欧娜能否顶住马修的诬陷？诺拉是否真的放弃追寻真相？关注我，下期再见。